就希望 Daniel 会来捐钱。你这个马上就回看的时候，同学们都能第一句话，同学马上就知道哦 ，Daniel 有名了。好 ，OK， 我们上线了。好，欢迎大家，我们是大叔中文。哎，怎么又少了个书呢？另外奇怪了，上个礼拜灿书不见了，这个礼拜换一个书，变书不见了。那没关系，这个另外一书迟到一下下，等一下就来了。他掉厕所里了，因为我们正在派人打捞他呢。对，掉马桶里了啊。那这个灿叔上个星期去跟家人旅游，对不对？对，所以上个星期不在。那这个下个星期呢，又是很重要的节日，对不对？就是我们农历过年到了，所以呢，这边要先跟大家说几个重要的讯息。第一个就是我们以后这个周一啊跟周五的直播本来是晚上7点，现在变成改时间，会改晚一点，7点半，对，改成7点半啊，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希望因为刚刚已经有同学问我说，怎么还没开始？很多同学都准时在等着要听了，翘首以盼。对对对，然后我就说这个我们从这一期开始的直播都会往后延半小时啊，然后对，也是为了照顾更多地区的同学了，其实是对。因为很多比如说美国、加拿大的同学他们那时候还很早，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早起，我们晚半小时对他们就有差别啊。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下个星期是重要的这个中国新年，农历新年。对，所以呢，我们灿叔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农历新年，大叔们也要想好好庆祝一下，好好休息一下。所以直播应该会停1周，对吧？好像2周吧？2周吗？我看一下哈。就是2周，2周，直播会停2周。对。然后这个播客停1周，播客的话下周3会停，因为马上就过年了。对，下个星期其实2月9号就是除夕了啊。对。那所以我们大叔中文呢，下个星期跟下下个星期都休息。对。那这个以直播来说，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应该是2月19号开始。好，2月19号开始，2个星期以后了。2个星期以后，2月19号礼拜一。所以如果想要参加我们大叔中文的直播课的同学要特别注意时间了啊！这个今天是农历新年前最后一次直播，那下一次的直播时间是2月19号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重要的改变。那这个第三个重要的也不是改变，就是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的主题，灿叔，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因为马上过新年了嘛，新年呢，中国人有12生肖啊，刚好排到这个龙年，所以我们今天3个大叔，另外一个在哪？我们还在打捞，还在打捞当中啊。对，我们要聊一下关于龙的一些成语啊、谚语啊，还有一些很常用的一些说法。其实因为这个东西很多很多，但有同学们可能有时候我在 Google 里搜一下，会发现特别多。但是哪些比较常用呢？哪些我们中国人用的很多呢？这些可能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把里面最常用的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后面用的时候心里有底，觉得这些是大叔们告诉我们很常用的，我们可以用的。对，其实很多，但是有的不常用，我们就不说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书要介绍这个3个关于龙的成语，可能会顺带不止就不止，可能对，然后我们跟同学打个招呼这位春娇同学春娇，然后这位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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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念，Mady 同学这个不会念好，乱念开始，乱念一下。林子欢迎佳佳，哇，我们最忠实的2位观众欢迎。对，然后今年是龙年农历新年过后就知道了就是龙年了嘛对。好，那这个茶叔你是哪一年出生？我是兔年。你是兔年，那就今年了。今年是过了，已经差不多要过了。对啊，兔年。对，那灿叔是什么年？我是虎年啊，那你比我大了11岁，差不多可能。对，好老。那这个12生肖呢？
一定这个大家要知道，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计算一个年的循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哦。那我们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啊。那如果等你的中文好到可以像我念的这么顺的时候，表示你对中文的文化也有相对的这个非常深入的认识啊。好，那我们在变出来之前，很奇怪，说到12生肖，就是我只会用家乡话念这个，让我普通话我念不来，我记不住，我只会用家乡话念这个。我会用台语念得很快，超過頭兩左臂，如果計較啲，就是這是台語的。我們是今年或者兩什麼樣有一些頭。我們是超過頭兩沒有，用個計較啲。然後就是12生肖，我們用台語念，我可以念得很快。我以前還會倒着背呢。我現在已經不會了所以這是普通話我也念不來，感覺記不住。對，所以這個就是其實如果各位同學能夠了解中華文化到一定的程度，你連念12生肖都會特別的快。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就很快就把你一下子就念完了好，恩美也是虎年的。好，沒問題。那我就再說一個，就是我們中國人會說的，比如說恩美他是虎年的，他比如說他要是比我小12歲的話我的意思就是我就會說我大他一輪，對，一輪大一大一，對，沒錯。所以各位同學，如果你說比如說這個變叔大我3輪表示變叔大你36歲，那你可能還沒出生吧對，所以我們會說大一輪小一輪。那這個今年出生的正好就是我比他大3輪，因為我屬龍的，我是龍年。屬龍的真的哇，今年是你的年呢，那你要去安太歲了。我的本命年。穿紅色的那個什麼了嗎？對啊，對，穿紅，對吧？就是我們如果說大一輪，大家聽得懂，就是大他12歲，小一輪就是小他12歲，就是一輪的12生肖所以這大一輪小一輪。對，但本命年我應該帶點什麼呀？我身上沒有紅的，紅內褲，這邊應該買不到紅內褲、紅腰帶什麼的。好，那這個手鏈呢？手鏈可以。可能紅色的帽子對啊，要喜氣好，這有你要包給我們嗎？謝謝包給我們紅包。那個白色的，有一點點紅可以嗎？就這麼一點點紅，也不算特別紅。我覺得感覺不夠喜氣了，感覺太寧靜的感覺了。對，好，那麼我們就開始吧。對，那變叔你先，剛開始。等你來那變叔，我們先講一個關於龍的龍字的成語吧。你先介紹第一個，成語俗語都可以。都可以。龍年到了，我祝大家龍騰虎躍龍騰虎躍，對像龍一樣可以騰飛，事業騰飛學業。這個變叔，我們剛剛討論，就是說不一定要吉祥話就是關於龍的成語都可以。對，就龍騰虎躍對，龍騰虎躍，我個人覺得，就是過年的時候，就是算祝福語啦，對不對？拜年用的，也算一種，對，就是那個希望大家能夠事業學業騰飛，然後事事順利嘛。對，基本的話，什麼時候用呢？變叔，我們在生活上的應用，生活上不太用吧，就可能就是祝你生意龍騰虎躍，還是拜年才會用的，對不對？這樣，一般會說祝你生意蒸蒸日上，比較少用龍騰虎躍，對不對？龍騰虎躍就是吉祥話了，不算吉祥話。這感覺就龍年的時候才用，因為龍年的時候，它會找一些比較跟龍有相關的一些詞語，感覺像吉祥話。什麼龍馬精神吶，對，龍騰虎躍對這些東西，對，所以變叔介紹這個成語很適合這個農曆過年的時候看到親友祝大家龍騰虎躍，因為到了哪個生肖的年，你就要說那個生肖的動物，在各種各樣的那個短語裡邊說出來。沒錯沒錯，好，龍騰虎躍，好，很好的一個成語，雖然很常用了啦，就是過年的時候吉祥話常用好 ，OK， 那燦叔來一個吧。好，來一個，就是我這一個感覺可能對很多學生就是可能有用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學中文的這個男同學可能都娶了中國姑娘，對吧？嚇我一跳，不然你想到什麼去了？想到什麼？就是我們會說他們是中國的女婿，但是這個還有一個很好的說法叫乘龍快婿。
对啊，他们是中国人的乘龙快婿，对对，很棒。好，这个乘龙快婿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赞美你是一个好女婿啊的意思。那什么叫女婿？我们要跟学生解释一下了。辩叔什么不？灿叔什么叫女婿啊？女婿刚才说了嘛，比如说你娶了一个中国姑娘，那对于这个中国姑娘的爸爸妈妈，你就是他的女婿。对，没错，女婿啊，就是一个一定要，我觉得要会女婿就是为什么说外国的女婿就是乘龙快婿呢？不一定是外国的女婿啊，这乘龙快婿是一个很好的词语。这个在有一个典故的，在古代的话，就是那个故事，有个故事，那个女婿他会乘着龙飞到天上去，就说明他很厉害。所以大家就有这么美好的愿景，乘坐那个驾着龙，对，驾着龙，对，希望自己的女婿都是很有前途的，很有前景的，很好的这么一个女婿。就是这个女婿乘着龙就飞过来了，很快就是很对，可以开个，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样子，就是很威风，乘着龙，然后来当你的女婿啊。对，乘着龙不去干别的事情，过来当女婿的。对，因为他的典故就是这样，对，好，乘龙快婿就是用来。你在怀疑古人吗？啊，没有，这个乘龙快婿就是比如说你的女儿嫁了一个很不错的老公啊，那你就可以说这个他是我的乘龙快婿啊，对，乘龙快婿啊，好 ，OK， 没问题，这个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很棒的一个成语啊。那我刚才理解错了，那讲成语，那我赶紧说了，抢在茶书前面，一会儿我再说不出来了。也可以啊，这个龙腾虎跃也不错啊。好 ，OK， 那我来讲一个好了，我来讲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成语哦。好，这个叫老态龙钟。不是谐音，不是谐音，真的是老态龙钟，真的是龙那个龙。是这个龙吗？我一直以为是这个龙啊，老态龙钟是这个龙没有错。对，老态就是很老的姿态，就是这个人very old 很老了。龙钟我倒真的不晓得什么意思但是它就是指这个整个形容人的老态，对不对？龙钟，他是那个样子很老吧？坐在那里昏昏欲睡，因为那真的是我耳背，戏称龙，但是龙是那个笼子的龙，但是他把那个耳去掉了啊，就是这样。真的吗？原来是这样子啊。OK， 好。所以这个龙是笼子的龙，把耳字旁去掉，耳字去掉了，对不对？因为直接加的话不太礼貌嘛，就把那个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老态龙钟这个，我觉得算是蛮需要知道的一个成语，就是指一个人很老了，然后呢可能很虚弱，可能耳不聪目不明，可能看不清楚也听不太老，因为年老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老人，他行动也不是很方便，然后非常的这个眼睛也看不清了，耳朵也听不明了，那这个我们就会用老态龙钟来形容它可能茶叔再过10年就可以，这个成语完全适用我了不至于10年不至于。其实老态龙钟，我觉得可能真的要70岁以上，70、80岁，现在70来岁，而且还要状态挺好的都。对，有的状态很好的就不能用老态龙钟。老态龙钟不只是老，而且就是身体已经因为年老的关系，已经可能很衰弱，看不清楚，衰弱了身体也不能控制的那种感觉，老态龙钟。对，说话都不清楚了，可能走路也走得很不稳定了，颤颤巍巍的那个状态。对，颤颤巍巍这样子，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老态龙钟。现在记得茶叔现在这个动作你就知道了，就这样子。没有啊，老态龙钟应该更显得更老了对，手还会这样子就是不止老，可能你身体上也有一些老年病之类的好的，没问题。好，我发现龙的成语还蛮多的好，那么今天的知道什么关于龙年的吉祥话，你可以写一写都可以告诉我们好 ，OK， 有同学跟我们问好了，月莹同学跟我们问好，OK， 好的，好，那我们再来介绍一轮吧，来变书，宝刀不老，宝刀，我们会说宝刀未老，对不对宝刀未老我们不会说宝刀不老吧你们会说宝刀未老吗？没听过，好像也可以吧？也可以，两个都可以你们是说宝刀不老我们是说宝刀未老，就是这个人
都老了，但是他还蛮厉害的，还是很厉害。对，好的，没问题。那变数来一个，下一个吧。我们其实说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这么多同学，这么多观众，然后里边有很多其实说中文水平特别棒啊，有时候突然同学的一个留言，让我们觉得哇，这个你都会说，这么让我们就是印象竟然这么长，我猜不到你在说什么。今天就是卧虎藏龙啊，卧虎藏龙 ，OK， 这个很有名啦，因为这个电影里面啊，对，藏龙，对，这个对很应景，对，好，我把它打出来哈，卧虎藏龙，对，好 ，OK。就是好，那变叔藏着很多龙，对吧？就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人，但是我们可能不晓得他在哪里，对不对啊？卧虎藏龙，对，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好多观众，就观众里头真的是卧虎藏龙，有好多中文的都是特别特别厉害。对，然后可能他有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就把中文学得很好，那有的人呢不止把中文学得好，连中国的文化传统都非常了解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卧虎藏龙啊，卧虎藏龙。好 ，OK， 不错，好，这个算也常用了啊。好 ，OK， 那这个灿叔来一个吧。感觉这样好快啊，感觉。这样好，这样我配字幕才快。我突然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现在才发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居然把这次的直播放到了我的频道去，放到我的 YouTube 上面去了。但所以我之后可能要下载下来，然后再传到大叔去，都行，都可以。这个是在你的频道在播的是吗？对啊，我就想说，我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欢迎大家来到理查老师中文直播课。没关系啊，我直播后我再把它转到那个就好了。无所谓，没关系，无所谓。把它下载下来转到大叔就好了。难怪我觉得哪里怪怪的。好 ，OK， 那灿叔来一个吧。观众群应该有很大的交集，一样的，特别是你这个 Facebook 的很多一样。对，好的，轮到我了，就是我也是一个和我自己相关的，因为我有个孩子嘛，对吧？我曾经也是孩子，就是中国父母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能成才，然后这个词语就是望子成龙，对吧？望子成龙，很棒的一个成语，很棒。对，那这个灿叔，你讲到这个成语，我可能同学会问说，那灿叔的是儿子啊，所以望子成龙，那女的怎么办？生女儿望女成凤啊。对，这个也要会哦，望女成凤，真的，我们真的是这样讲哦，望女成凤。好 ，OK， 好，那这个我们请灿叔告诉我们实际应用怎么用。对。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我有个孩子，我对很高的期待啊，就是希望望子啊，希望他有成就，希望他甚至比我还更有成就，对吧？希望他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对，可能不只是像很多人，我不知道西方，反正我理解上很多西方父母可能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很开心、很幸福就行，未必不啃老就行了。对，不啃老就好了，真的。对，但是就是对于很多中国父母，从小就希望自己孩子有成就，而且是比自己更有成就，对吧？所以中国也有一个现象，有很多父母是喜欢鸡娃。你们听说过鸡娃这个词语吗？哪个鸡？我听过，但是不懂什么意思？美鸡的鸡吗？鸡的娃娃。鸡娃的鸡呢，其实就是打鸡血的鸡，就是给孩子打鸡血啊。为什么？鸡娃 ，OK， 鸡娃，这个在大陆反正是很多很普遍的。鸡娃跟熊孩子有什么不同？那你确实没有生过孩子，你竟然没听说这个词，我以为茶叔没听过。熊孩子我知道，就很讨厌。鸡娃它不是和熊孩子完全不一样，鸡娃它是一个动词，也可以成为一个名词，它是一种行为方式，就是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成才，所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就给他报很多班啊，然后使劲逼他学习啊，希望他考上很好的大学啊等等。所以比如说从小报各种兴趣班呀，这就叫鸡娃吗？但是你怎么用啊？就是说我要鸡娃我的儿子不是，就是说中国现在很多父母都特别喜欢鸡娃，这样就可以是给
就是给孩子补一些才艺或什么的那种补习班，对，就是给孩子就是学科增加很多额外的东西，希望孩子有出息，但是可能孩子未必有这方面的能力，你从小就给他加太多的压力，很多孩子反倒长大之后他不想好好学习了。鸡娃鸡的，你像比如说像北京海淀区的那些地方的鸡娃特别夸张，父母就为了让孩子能上好的学校，就把自己很好的，比如说我有个120平的房子我卖掉，在那个地方就是买个50-60平的房子住那块，因为他离那个学校比较近，可以上那地方的学校可以比较上比较好的学校这样子。对，然后补很多才艺，其实小孩子压力也很大，很大，孩子压力很大。然后月莹说龙头企业也算是有这样的用法，就是很好的企业，它的绩效啦，它的这个规模都是最大的，我们可以叫它龙头企业，带着有领导企业的那种规模所以这个龙头企业很好。林子早就发现我在我的频道上吃过了。骑虎难下是很好的成语，但是因为今年是龙年，我们没有讲到骑虎难下好，然后这个有同学说我是老母鸡，老母龙是老母鸡，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说老母龙不会，他可能是乘龙快婿，望子成龙，老母龙好 ，OK， 很好。那我们再来这个介绍一个，我来介绍一个好了，就是如果我们去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你要去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但是呢，这个你又很富有冒险精神，然后这个地方又是未知的，你不晓得闯进去之后会有什么后果。那这样危险的地方，我们就会说龙潭虎穴龙潭虎穴，对，指的就是很危险的地方。但是呢，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你还是要去闯一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龙潭虎穴，可能很多同学不知道潭和穴这个是什么意思，对，解释一下。潭就是湖一个湖所以而且可能是比较封闭、比较隐秘的湖吧，比较深的吧，应该能把龙在里头生活。我们的这个龙都传统的龙都住在水里、海里，对，所以这个龙应该是指恶龙，很邪恶的龙，然后它躲在那个坛子里面，所以如果你闯进去的话，坛子又那么深，所以你又遇到恶龙，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对，那虎穴就不用解释了，这个老虎藏在洞穴里面，那你如果要去闯它的洞穴，那一定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闯龙潭虎穴，表示你要去做一项非常冒险而且未知的事情。通常是你不晓得会有什么后果发生。刚才笨叔是不是提了一个词语叫做不入虎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我们如果念太快，人家会以为我们在念英文，对不对？上次说完这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这个朋友说小老虎那么可爱，你为什么要抓它的？为什么把它拿走？是不是？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都很常用。我觉得各位同学可能你们学中文学了很久，都还不晓得这些俗语但是真的很常用像龙潭虎穴，可能你看中国电视剧很常听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实意思也都是说，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牺牲或一些冒险的事情，你是得不到成就的。对啊，你就算小老虎很可爱，你想得到小老虎，你也得到老虎洞里去把它们抓出来嘛。对，这个就得冒险才能得到。对，你一定要经历一番努力或挣扎或痛苦或危险的过程，才可以得到好的成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焉得虎子。对，这个焉怎么解释啊？焉要解释一下，可能。焉怎么解释？来，我们请笨叔解释一下。焉就是你怎么能如何能怎么能得就是得到，所以焉就是一个，其实各位同学不用太在意，因为焉是个古字比较少用，只有在一些常见的成语或俗语才会听得到这个字焉得虎子，哪来可以得到老虎的小孩，就是诱惑。他们为什么要拿我也好奇了，因为拿老虎的小孩做什么？
老虎宝宝可以那个展示，那个是古代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猎杀老虎是古代都叫大虫嘛，所以你像那个对你像那个，如果你是杀虎的这个勇士的话，在乡里会受到尊敬嘛。那如果你得到虎子了，就表示你已经把母虎杀掉了嘛，那表示你的威望在乡里的你是杀掉了有害的动物，所以你在乡里的威望就会很高嘛。明白了。你想得到小老虎，肯定得先把母虎给干掉，母老虎没错才行。没错，母老虎。好，对，母老虎，好的。所以现在说家里有个母老虎是吗？对呀，母老虎就是特别凶的啊，特别指太太了。特别指老婆。为什么只能说太太不啊？对，因为是母。一般都是指太太啊。如果你有个很凶的太太，我们叫母老虎。母老虎啊，这个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词叫河东狮吼。一般会形容这个是和母老虎差不多，对，这个家里都有很凶的老婆，对，太太就是对着老公大喊大叫，那是我们一定要演的是老虎了，对呀，河东狮吼啊，那这个就是其实好像这个太太像母老虎一样，如果你做了哪里不顺心的事情，它就会吼你，河东狮吼。好，这个。母老虎比较常用，河东狮吼，我觉得可能在一些历史剧才有可能听得到。对，不过这个对我们母语者都是算基本的常识。好，这个什么马甲拉帕老师，这什么意思？我也看不懂。OK， 好的，我们 Tracy 同学给了我们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个很好很好，很棒。什么意思呢？神龙见首不见尾。就是来去就像一个高人嘛，你可能来去无踪那个感觉，因为首是这个头的意思啊，尾是尾巴啊，你只能看到神龙的有时候只能看到它的头，有时候只能看到它的尾，有时候可能只能看到它一些鳞爪而已。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时候才开始做中文的时候，那茶叔对我们而言就是神龙，很多时候只能看到它的头。茶树的尾巴在哪里？尾巴，因为我没有尾巴。就是其实是指看到茶树的尾巴。对，就是指某一个人好像很神秘，然后威望很高，然后很特别的一个人，你无法摸清楚他的形迹，他不晓得在哪里那个感觉。这个也是比较好说话的。就一联系就对就来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汉语老师有谁？我就是其实不好，就是不好找这样子啦。通常指的是很有威望，或者是很有名、很特别的人。可能你找他都不好意思找他，就是对神龙见首不见尾。其实你们一开始看到我不害怕吗？我这很严肃的，昨天还讲一些比较高大上的题目。还好还好吧。不是蔡叔一直要我们把它形容成神龙。好 ，OK， 那我们再来介绍最后一轮吧。来，这个Ben叔来吧。最后一轮我都忘了，还有一轮呢。对，看看啊，龙凤呈祥很好，龙凤呈祥也是吉祥话了啊，吉祥话。对，就结婚的时候用的，结婚的时候，对，我看看对，那个画龙点睛这个很好，画龙点睛。好了，给我们讲个故事吧。为什么要叫画龙点睛呢？对，就是感觉有的时候感觉那个你讲一个故事或者讲一个事情的话，那个程度不到。就是突然就是你补充了一句，你补充的例子或者补充的那句话，让你把整体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这样的话，这样的例子我们会说，真的是画龙点睛啊，就是你画了一条龙，你在龙的眼睛上点了眼睛，对吧？对，这个其实以前有个故事，为什么会说画龙点睛呢？最早在古代有个人画龙画得特别特别好，很多人都请他去画画。他有一次就在一个寺庙外面有个白墙嘛，很适合写诗呀、画画什么的。后来他就画了一条栩栩如生的龙，但是他没有画眼睛。别人说你为什么不画眼睛啊？他说我不能画眼睛，画眼睛就出事儿了。别人说为什么？为什么？他就说你们等着，我警告过你们啊。他就画了2个眼睛，结果电闪雷鸣，那个龙活过来了。
这时候说明画龙点睛会带来神奇的这个效果啊，龙都会活过来。对，没错。好，那举个例子吧。你刚才画龙点睛，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谈话中，灿叔说的这个故事正是画龙点睛，让我们一下就懂了这个成语的意思。刚刚辩叔讲了那么久，我都还听不懂呢。但是呢，灿叔讲的这个故事犹如画龙点睛，我一听我就懂了这个成语的意思了对，所以我就是本来可能笨叔讲了之后，灿叔讲了之后，可能不是完全理解。茶叔一总结，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茶叔的总结就是画龙点睛，升华就是我们俩在那画龙画了半天，需要茶叔来点睛一下。对，就是说你可能听一个理念或一个概念，其实你大概只能抓住它的轮廓，但是突然有一个人说到了一个重点，让你完全理解全貌之后，哇，他说的话真的是画龙点睛，马上就让你理解了好 ，OK， 所以这个画皮画虎难画骨，好像有这个谚语，对不对？不过真的很少用，不太常用，很少用好的，我看还有同学，好 ，OK， 好，很多同学打招呼好 ，OK， 那这个，灿叔还没有讲，对不对？对，好，来，灿叔来一个。我再来一个叫做也很有名叫做鲤鱼跳龙门OK， 鲤鱼跳龙门，对。这鲤鱼为什么闲的去跳龙门呢？为什么呢？这个有很深的历史典故跟文化典故因为可能同学们觉得鲤鱼就是一条鱼不过在中国鲤鱼是有很重要的代表性，对不对？来，灿叔介绍一下。我不知道它有什么代表性。一般我们说这个特别幸运的人嘛，就是说是锦鲤，对吧？不是，因为这个民间传统故事说龙的前身就是鲤鱼，龙的前身是鲤鱼，龙还没有成为龙，对，他要跳过那个门，他好像是他要逆流而上，先逆流而上，对，游到那个龙门那里，跳过去才会变成龙。跳不过去的，他就变成，他就永远是鲤鱼，对，所以这个是中国历史的传统，就是龙的前身是鲤鱼。那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很喜欢养鲤鱼或锦鲤？我们说锦鲤就是身上有美丽的花纹的鲤鱼，我们叫锦鲤。所以锦鲤在中国是个非常吉祥的一种观赏鱼。这个园林里边如果有这种，对，有鱼缸或有鱼池都会养锦鲤。到处都有，那为什么我们要养锦鲤？因为鲤鱼就是龙的前身，所以是非常吉祥的，会带来幸运，会带来祥瑞，对，会带来祥瑞。所以为什么各位同学常常在中国的园林的水池或在鱼缸里面甚至在一些大楼前面如果有养鱼的鱼池，都会看到漂亮的鲤鱼叫锦鲤，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龙的前身是鲤鱼，那传说中鲤鱼只要绕过这个龙门，它就会变成龙就会变成龙所以这鲤鱼中国人好像也特别喜欢把这个和考试联系一起，就是高考联系在一块对，因为高考你是从考试改变命运的这么一个时刻，你要考上很好的大学，可能有很好的前景，就像一个普通的鲤鱼变成了一条龙一样。没错，就是好像学生通过高考之后。哇，他考上好的大学就变成一条龙的感觉，就翻身了，对不对那这个在台湾比较简单，会说鱼跃龙门四个字变成语，对，会变鱼跃龙门然后就可以当我们读跃耶，我们读跃，都念跃，对不对我们都念跃，都可以了鱼跃，我会习惯念鱼跃龙门好，好的，好，所以你们念跳跃。对，跳跃好，鱼跃龙门好 OK，好的，所以这个就像灿叔说的，考试的时候如果要考大学啦考那种很重要的人生的考试如果通过了哇，他鱼跃龙门已经通过考试他是鲤鱼跃龙门，鲤鱼跳龙门，跳不过都死了，对
要不这么悲惨的，这个捡回去吃了，对，没有啦，要跳不过还是鱼而已啦啊，要不跳不过还是鱼啊。好没有，OK，灿叔捡回去吃了，说鲤鱼的肉好像不好吃，我听说。没有人吃鲤鱼吧啊，因为不好吃啊。然后龙这个，因为鱼身上的鳞片其实就跟龙的鳞片是一样的嘛，会闪闪发光那种的啊，所以的确会很多人会把龙跟鱼做一定的连结啊。对对对 ，OK， 好的，没问题。再来，我来介绍一个吧。好，我来看一下要介绍什么。好，我来介绍一个，好，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叫群龙无首。好，群龙无首就是这个首其实就是一个带领的人，领导人。对啊。那群龙就是指一个团体嘛，那龙就是这个团体里每个人都很棒，都很好，都很有才能，非常大，但是三条龙。对，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带领的人啊，去拟定政策，去解决问题的话，那这些有才华的人就是一盘散沙，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什么什么团体是群龙无首，表示他们有个领导人，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凝聚力量，发挥它的功能，群龙无首。啊，所以通常我们说手，笨说啊，是我们的手，是没有，这个我们手已经看两个意思了，刚才有头的意思有一个头的意思，对不对？那这里的手其实也是头啦，只是说引申的意思就是一个带领的人，群龙无首啊。比如说我们会讲一个团体啊，他们群龙无首了啊，表示他们的这个他们带领人已经不见了，死了或怎么了啊，不见了。突然换了老板，或者老板就是决定退休了，或者是这个公司的老板要退休了，哎呀怎么办？这公司群龙无首啊，是的，没有领导人了，没有带领人了所以这个特别用在一个公司、一个团体、一个组织里面，他的头突然不见了，或者是退休了或不在其位了，我们就这个公司群龙无首了。是的，好。群龙无首，你要让我跟那个灿叔直播，然后茶叔说我今天休息了，就有群龙无首的感觉。我俩就像那个苍蝇啊乱飞，说不这叫无头苍蝇。无头苍蝇，我们会这样讲，对不对？无头苍蝇，无头苍蝇。好，这个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中文真的是太多东西要学了。我真的开始教中文之后，我觉得中文真的是太难了。太多要学的，无头苍蝇就是苍蝇，其实头掉了还可以活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无头苍蝇就是你没有头了，你也不知道飞哪里，乱飞一通对，无头苍蝇。那这个通常形容很忙，你的生活很忙，然后你找不到目标，你就我好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每天都不知道做什么无头苍蝇。好，偷龙转凤这个好像只会用在那个历史剧里面吧，对吧？偷龙转凤。我都没打听，不会用，就是把太子换掉那个感觉嘛。好，对，无头苍蝇，我们说无头苍蝇乱飞。好，对，好的，好 ，OK， 那这个我们今天介绍了6个关于龙的成语，我个人都觉得很常用，而且跟历史感觉好多个了，不止好多个了，加上同学们说龙的传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对，而且还有一首歌就叫《龙的传人》，很好听好 ，OK， 然后我们来回答一下 Tracy 的问题好了，来这个请灿叔回答一下吧。压岁钱这个词专门用来给孩子的红包吗？应该是吧？对，就是给孩子，对，给孩子的压岁钱。那如果我说比如说我有年迈的父母，我要给他们压岁钱，那太奇怪了，只有给小孩的，给小辈的，小孩叫压岁钱，对，要压岁钱，对，好。不过压岁钱是过年一定要会的词好，我们一般会给未成年还没有工作的孩子压岁钱OK， 那20岁怎么办？没有工作，这个在台湾基本上，我觉得大学生还没工作还会给，对，可能爷爷奶奶会给。那开始工作之后，有时候看有些人会意思少给一点，那小的话会给多一点。我觉得最近就是这几年景气不好，我们现在都没有给，很少给了。就是说，如果是这个高中以下的才会给然后给的数量也比较少。然后这个我们会给老人家，比如说我会给我爸爸妈妈，我会给我爸爸啦，我会给我爸爸。
然后比如说我阿姨要来拜访我了，我阿姨也70、80岁了，我也会给她，我会给老人家红包，对，红包我会给老人家红包哦。好 ，OK， 没问题。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那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呢，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时间改了，本来7点改成7点半啊，所以大家记得我们下一次是2月19号礼拜一的直播课改成7点半，以后都是7点半了啊。是的，然后再来就是呢，再来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台湾还有三宝，三宝吗？什么三宝？三宝什么意思？三宝，马路三宝嘛。我们台湾有说马路三宝，就是过马路就是都不看路的人叫马路三宝，或者是不会开车的人啊叫马路三宝。像什么东北有什么鹿茸什么那种东西？人参貂皮乌拉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对不对？对，哎，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我们从小就学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但是好像有一宝改了，是不是？不知道，不知道。台湾时间7点半啊。OK， Real Girl 现在才来啊。不是，应该不要怪大家，因为可能都在大叔中文的频道等不到啦。对，都要关注啊，就是两边都要关注。对，都要关注。对，有时候没想到你们不用大叔的频道说。哦，对，那没关系，这个等一下直播完我再转到大叔去好了。对啊。好 ，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希望大家龙年快乐，龙年吉祥，龙腾虎跃呀，龙腾虎跃，然后龙马精神，然后不是偷龙转凤哦，也没有群龙无首哦。好，那个就祝大家这个还有什么？对了，就是这些吗？龙的其实我们很少用，很需要最后查出画龙点睛一下，画龙点睛，然后我们不能群龙无首，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不要老态龙钟哦。这个大叔做到我们老态龙钟的时候，可以很好啊，好 OK， 来龙去脉也很好啊，我们下次有机会可以多介绍。好，那今天就到这啦，跟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然后我们年后再见喽，春节后再见喽，拜拜，再见啦。